连云港，江苏最北端的一座海港城市，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像一首山海的交响曲。连是连岛，云是云台山，港是黄海之滨的深水良港。但比起江南那些自带滤镜的温婉城市，连云港更像是个披着盐霜、戴着矿帽的硬汉。这是一座有山有海有矿有港口的私有城市，它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，是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节点，也是中西部地区走向世界的出海口。城市虽不大，但扛的责任不轻。有人说江苏是13太保，而连云港是那个家里最粗犷的老幺。他不争省内的话语权，不靠文化地标出圈，却总是在地图和经济版图上默默担起北大门的角色。而他的足球正如这座城一样野生强悍，有一点三气。是神仙逍遥处，是人民安居地，这儿便是连云港，是大圣故里，亦是人间仙境。年幼时曾默默憧憬着孙大圣，如今终于踏上了他的故土，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，与猴子猴孙们同登玉女峰，云台铺海，群山俯伏，东海龙宫隐云岚。不用避水珠也能前往龙宫，只要你见过东海水晶博物馆，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水晶自会让你灵魂震颤。细细感受晶体内部的走向，以刀为笔，挖掘出藏在水晶内的形象，从手稿到雏形，再到一座座大圣水晶雕像。东海非遗水晶雕刻将神话篆刻，海州古城将历史留存，连云港老街则铭记着岁月。顺着连接山海的大道而行，那是传说中女娲补天遗石的所在地。依山观海品时仙，人间自在逍遥仙。原来无拘无束的感觉是这般美好。别忘了，连云港可是花果山的所在地，是的，孙悟空的老家。所以网友调侃，连云港这支队真是花果山派下来的，个个筋斗云带满格，球一踢就能翻山越海。这不是玩笑。禁区里提斯拉到了门前，85分钟。在苏超中，这支球队虽然战绩不耀眼，但每场比赛都打得像天命之战。他们可能不是最稳的队伍，但一定是最拼的。球员奔跑距离全场最高，抢断最多，防守动作最多，黄牌数量也不低，像极了猴哥转世，不怕吃苦，就怕你不服。连云港的足球风格和他的城市气势是一样的，有点野，有点倔，有点燥，但特别有血性。他可能永远得不了最有牌面的城市，但他永远是那个你不敢小看的硬核弟弟。如果说南通是稳定控场型的选手，那么连云港就是拼命三郎型的主角。截止目前，连云港已经打完了6轮比赛，战绩如下：第一轮连云港2-0胜常州，第二轮连云港0-3负南京，第三轮连云港1-2负徐州，第四轮连云港1-1平苏州，第五轮连云港2-0胜淮安，第六轮连云港2-2平宿迁，2胜2平2负，整体战绩居中，但含金量不低。他们击败了常州和淮安，在与苏州宿迁的比赛中顽强战平，输给了南京与徐州的比赛也踢的是相当的有血性。你很难用积分去衡量这支球队的价值，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打得惊心动魄，绝不摆烂。有人说，苏超连云港队是一支被运气眷顾的球队，
但当你真正凝视这支队伍，你会看到那闪耀的绝非仅仅是运气。战徐州93分钟进球，没有欢呼，没有庆祝，因为比分依然落后，每一秒都是战斗的号角。战苏州90分钟，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，他们众志成城，寸土不让，拼尽最后一滴汗水，中场哨响，全体轰然躺倒，不是解脱，而是力竭的勋章。战淮安那最后一秒的绝杀光芒，背后是什么？是撕裂的韧带，是刺骨的剧痛，但为了胜利的希望，他选择咬牙坚持，只为球队荣誉燃烧殆尽的铁血意志。战宿迁客场2球落后，深渊就在眼前。不，连云冈人字典里没有放弃，他们坚定信念，拼搏不止，最终奇迹诞生。这不是天降馅饼，这是永不熄灭的斗志亲手浇灌出的果实。苏超精神在这一刻凝聚，哨声不停，战斗不止。网友评论：这不是在踢球，这是在练轻功。每一次连云港进攻，边路飞奔如风火轮，后腰拦截像猴子窜山，门将经常扑出匪夷所思的射门，连主教练都在场边大喊慢一点，活着回来。虽然他们的战术体系略显粗糙，失误也多，但精神属性拉满。技战术尚可磨练，但血性是骨子里的。他们的场均跑动、场均拼抢次数排名联赛前列，黄牌数也高居不下。这支队伍踢的不是技巧，是韧性，拼的不是战术，是命。有球迷说得很直白，连云港就像开挂的游击队，没啥武器，但每个球都咬着牙上。连云港的主场没有灯光秀，没有航拍编队，没有高端演出队，只有最原始的热血与嗓门。开场哨响前，球场周边就能听见大爷们拿着塑料椅子和保温杯小跑进场，边看球边啃毛豆。工地上刚下班的小伙子穿着反光背心就来，顺手还带了2瓶矿泉水和1兜海蛎子。这里没有南通市的工地美学，也不像南京那样讲究省府规格。连云港的主场是最生活流、最老猴急性子的看球现场。看台上喊得最响的可能是某家修理铺的老板，传球建议最多的是船厂的焊工，拉横幅的是花果山景区的大巴司机。最近几轮呢，连云港的啦啦队直接换上了《西游记》出战阵容。人家的啦啦队是这样的，性感的，这样的妩媚的，这样的有活力的。苏超连云港的啦啦队是这样的，有特色的，有魔性的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、唐僧，甚至金角、银角轮番上场，还有球迷穿着金甲披风高喊斗战胜佛进球啦！每进一个球，全场喊的不是漂亮，而是俺老孙来也！这哪里是球场，更像花果山年会现场。他们也没有统一的口号，全靠自发的尖叫和临场的创作。踢他脚裸，猴子别睡了，球传上云台山了。有时候你不确定是来看球，还是来听相声，还是进了景区的游园，但就是这种混乱而真诚的气氛，成为苏超最野味的主场氛围之一。连云港的球迷不求牌面，不玩人设，他们只想球别白踢，
人别摆吼。在苏超这个段子横飞的联赛里，连云港虽然不爱说话，却也没能逃过网友的过度热情。因为地处花果山，又是孙悟空的故里，连云港队一出场，弹幕就像开了脑洞联欢会。这支队不穿球衣应该披虎披裙，对方门将要是接球，必须先斗得过金箍棒。教练组不带战术板，带的是紧箍咒。特别有一场连云港球员单骑长驱连续过人，网友惊呼：这不是连云港，是天庭预备役。更有甚者直接给球队起了外号美猴王 FC， 并脑补出阵容：守门员是二郎神，后卫是沙僧和哪吒，前锋全是猴子。这些梗虽然荒诞，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：连云港虽然不靠营销出圈，却靠地域文化天然自带网红气质。在这个靠段子建立存在感的时代，连云港用孙悟空 IP 混成了一支有文化背景的草根球队，既亲民又有魔性。网友总结：连云港不是最强队，但绝对是最有想象力的队。连云港踢得这么拼，不是因为轻松，而恰恰是因为太难。在江苏13太保中，连云港长期处于 GDP 垫底，城市建设节奏慢，产业基础偏重，年轻人口流出严重。这座城没有苏南的高楼林立，也没有徐州的地缘辐射，它像极了江湖中的边角门派，不在权力中心，却在风雨边缘坚持练功。球队同样如此，连云港的训练场地是拼出来的，球员出身大多是本地的青少年，体校的转向生，缺乏系统的青训资源。他们甚至有过集训期间靠志愿者送饭，球员轮流搬水的情况，但从没有人中途退赛。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队伍，天然带着一股不服命的气质。他们不怕苦不怕输，最怕的是你不认真对待他们。所以每一次进攻都像最后一球，每一次对抗都像命运之争。这就是连云港。而在第5轮对阵淮安的比赛中，连云港队更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他们的77号球员阿布多艾尼·努尔麦麦提在一次拼抢中严重受伤，经赛后检查确诊为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，伴有内侧副韧带损伤。这是苏超联赛开赛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球员伤情，也是一场血与泪交织的告别。令人动容的是，当阿布被担架抬出场时，全场的球迷自发高呼：阿布挺住！当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时，看台上同时响起了齐声呐喊：小艾你别倒！队友们赛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为你而战，直到终场。一场草根联赛因这场伤病多了职业联赛都少见的尊重与情谊。资源不够，那就多跑；身体差一点，那就多拼；没人看好，那就赢一场，散一场。在第5轮比赛的最后时刻，连云港球员还送上了一记经典的反杀。当时淮安队大局压上，连门将都冲到了前场角球区参与进攻，试图扳平比分。结果连云港后场断球后迅速打出长传反击。29号季浩翔带球推进，在全场观众屏息注视下完成一记空门绝杀，比分锁定为2-0。看看继续平球到门前，这是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淮安队在定位球当中的一个变化，但是空门啦，连云港队来啦！这是在淮安队孤注一掷的一瞬间，连云港队完成了反手一击。
这球不仅让连云港全队冲上看台怒吼，也让谭木刷出一片猴哥筋斗云反击，门将去抢包子，把线送过来的乐哏。那一刻，全场不是喊进了，而是齐声呐喊。网友们纷纷调侃，连云港不只有猴子跑得快，还有无人机飞得稳，这是天上地下齐开花，连花果山都开直播了。俺老孙来也！连云港在这场全省联赛里的存在感，就像他在江苏地图上的位置远离核心，却不可或缺。他不是夺冠热门，不是票房的担当，也不是段子最多的队伍，但就是这么一支队伍，用6场全力以赴的战斗姿态，告诉所有人，我们不是来陪跑的，我们是来参与命运的。苏超之所以能火，不是因为全员强队，而是因为有了连云港这种敢打敢输敢笑的队伍存在。他们的球风给了观众最质朴的情绪出口，他们的主场让足球从话语权走向烟火气，他们的存在是对草根也配拥有热血的最佳证明。有人说连云港是江苏的边角料城市，但苏超让这张边角料反倒成了这盘拼图中最有味道的一块。连云港没什么牌面，但他有态度。他没资本拼声量，但有本事拼尊严。他或许赢不了冠军，但他用一种最纯粹的方式告诉大家，我们不是为结果而来，我们是为自己活着。你可以轻视他们的战术，但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努力。你可以调侃他们的段子，但你无法否认他们的血性。连云港代表着苏超最真实的一面，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豪华，不是每支球队都齐整，但只要有球场、有球迷、有信念，就能踢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江湖。哪怕在地图上他偏居一隅，在绿茵场上他照样能掀起风浪。连云港不是主角，但他们是人民的球员。好了，就到这儿，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